咱们吵吵终于出院了。他当时住院的时候，咱们还没有搬新院子呢，所以回来这边以后，他是一脸懵。这是哪儿啊？当初捡到他和浅浅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满月，我跟小智每天是定闹钟给他们喂奶。八条呢也很喜欢这两个妹妹，还会主动帮他们清理屁屁。好不容易给几个小橘子都养到快成年了，吵吵又突然生病了，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，他的状态不仅没好转，还越来越差了。最后医生告诉我们是癌症，让我和小智把他接回家，让他度过最后的时光。但我们不愿意放弃，当时有好多人替吵吵祈福，还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。后来我们换了医院，给他用了我们能用到的最好的药和治疗方案。整整9个月，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，也终于能出院了。不过现在还是刚停药的阶段，他的情况呢还需要慢慢观察。这次是一直照顾他的陈医生亲自把他送回来的，我们也顺便让医生帮忙检查了冻梨和不丢的嘴巴。当老四这个好事精，他还直接跳到医生后背上，在那盯着看。啥？咋了？吵吵这一回来，其他小伙伴也全都围在旁边了。毕竟有很多新面孔嘛，为了让他好好康复，我就用毯子给吵吵的柜子挡起来了。结果呢，这个臭短短还凑过来非要看吵吵。吵吵，快出来跟我玩！毕竟他们几个小橘子都是一起长大的，感情很深。短短呢又是个心思很多的小猫，所以每一次都是他来当显眼包。吵吵目前为止一大半的喵生都是在医院度过的，希望他接下来在小院能一直快快乐乐的。吵吵，你要多吃点哈，快点康复，听见没有？仓库里捡的这俩小妹妹，每天都跟个大喇叭似的追着我叫，我要是不理他们呢，他们就会轮流抱我裤腿儿。本来是给他们准备了2个碗，后来发现没有用，他们就爱在一个碗里抢着吃。小区里捡的这个小家伙呢，还在单独隔离，但我感觉他是有点神经病在身上。有病吧！现在每天还得给他滴眼药水，但是这滴多了他就烦了，每次我把手一伸过去，他就开始揍我。为了不让我给他滴眼药水，他还学会了吓唬人。你吓唬谁呢啊？哎，揍你啦！准备好滴眼药喽！八条前2天不是主动把自己最心爱的小帐篷让给了2个小妹妹吗？为了奖励他，我给他买了个新的大帐篷。喜欢吗，八条？谢谢，吃。你要的挺多啊，都给你买了新帐篷了，还要吃的，真是个臭猫。等我给你拿。在仓库里捡的这俩小家伙还没养大呢，八条又出去给我捡俩小猫回来。前几天晚上，八条趁我开门的时候自己跑出去玩了。当时我正在打电话，完全没注意，就把门关上了。凌晨1点多，发现八条不在家，就赶紧跑出去找他。这路上就遇到了2只小猫。哎呀，眼睛都这只小白猫的状态不太好，整个眼睛都糊住了，抓它的时候它也不知道反抗。但是小橘猫就挣扎得很厉害，我怕它跟当初的咬我一口一样再咬我一口，就让小智回去拿了手套才把它抓住。到家以后观察了一下，发现小白完全看不到东西，它全靠听声音来分辨位置。它这个眼睛给它擦了有20多分钟才擦干净，好在擦干净之后它睁开眼睛还能看到东西，只是它太瘦了，就剩个骨头架子了，而且它还在拉肚子。家里有抗病毒的眼药水，就赶紧先给它滴上了。小橘的眼睛也是红肿的，而且它有一只眼睛雾蒙蒙的，感觉受过伤。因为它们身上有病毒，只能先隔离起来，洗手消完毒之后还得出来继续找八条。找到它的时候，它居然还悠哉的在路边打滚。八条，你还给我在这打滚，你个臭猫！你看你身上弄的啥呀，脏死了！真是个臭猫，大半夜的非得出来玩。这回又多俩小妹妹，以后他们的罐头都从你罐里扣了啊！小白的状态实在太差了，而且他不愿意吃东西，我们只能用羊奶粉泡葡萄糖硬喂给他吃。相较之下，小橘的状态要好很多，起码他愿意主动吃东西。因为小白体质太弱了，害怕他会失温，所以又给他弄了暖宝宝和电热毯，垫上了旧衣服。可能小橘也知道小白不舒服吧，所以一直默默地陪在他身边。为了给小白续命，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他喂一支葡萄糖，但他自己什么也不吃，就这样坚持了2天，小白还是去了喵星。小橘可能知道自己的妹妹走了，就在旁边着急的一直叫。
伸手摸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抱着胳膊在那委屈的趴着，它肯定也很难过吧。为了让它的体质好一点，每天除了吃猫粮，还会单独给它喂羊奶增加营养，然后又单独给它弄了个猫柜，把它隔离在里面。每天都坚持给它滴眼药水，所以现在眼睛已经好多了，也长胖了一点。希望这个小家伙能健健康康的长大吧。捡来的小猫把8条小帐篷给占了。咋了，8条？爸爸，干嘛？爸爸有妹妹啦，不疼8条啦。8条，骗人要，谢谢。爸爸有妹妹啦，不疼你啦。骗人骗人。他骗你的，对，他骗你的。爸爸最疼8条了，是吧？最疼8条了。骗人。爸爸以后不要你啦，8条以后当小流浪啦。以后都疼妹妹了，把8条的窝都给妹妹睡了。难过了是吧，8条？捡来的几只小橘子都已经长大了，疫苗也都打齐了，该让它们到院子里跟其他猫一起生活了。到院子里定位器肯定是不能少的，这样就算它们不小心溜出去，我也能找到它们。而且在院子里还有瑶瑶这个小管家帮忙看孩子，所以我还是比较放心的。不过没有想到大嗓门子居然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去了。要知道他之前因为口炎的问题全口拔牙了，没有牙的猫在野外是完全没有生存能力的，所以必须得赶紧找到它。找它的路上，我遇到了一只长刺儿的小家伙。看他呆呆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吃的，我就给他整了一勺猫粮。结果这个小家伙闻了闻就直接扭头走了，实在是太不给面了。大嗓门子身上有定位器，找到他其实不难，但他不让我靠近，应该是不想回去被限制自由吧。我在旁边蹲守的时候，突然冒出来一只猫在那闻我的手电筒。我第一反应是什么猫啊，这么大个儿？然后我用零食把它引诱过来了，才发现居然是一只橘色的缅因。当时都已经凌晨2、3点了，我就担心是哪个邻居家跑出来的，就给他先带回家了。后来在小区群里就确定了，确实是邻居家的，就给还了回去。我从监控里看到大嗓门子回来了，而且还跑到了爱心小屋里吃猫粮。但是等我一出来，他就跑了。看来他是很怀念自己以前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我只能再想想办法，看怎么才能把他哄回来了。